美国的战略反导是不是得不偿失？政客们抱怨跟中国、俄罗斯搞核军备竞赛，美国自个儿也是余粮不够啊。各位网友，大家好，我是刘小飞。6月3号，美国的一批退伍军官呢，你比如说前任的国防部长佩里，这官不小了，还有奥巴马的副国家安全助理、助理国务卿等等一帮人，加上国会议员，加上一些政府官员，反正这帮人呢是来头不小，小人物就不算了啊。这些有头有脸大人物加在一起63个人，联名致信给拜登，说你不是马上6月16号就要跟普京见面谈话了吗？你能不能谈个大事儿啊？就是你跟普京说好，咱们一块儿干一件事儿，就是削减弹道导弹防御计划得了。根据美国的防务新闻报道啊，这封信里边讲了，说美国搞的洲际弹道导弹防御系统啊，好像是有效的，陆基好像不太成功，但是海基的成功了。但是成功了还麻烦了，因为你这一成功，拦截洲际导弹成功了，俄罗斯跟中国就会感觉到自个儿的战略威慑能力不足。中国、俄罗斯如果觉得自己的战略威慑能力不够了，就一定会增加导弹数量，一定会发展新技术。等这个新技术一诞生，你比如咱们的东风17的新技术，如果再扩散的话，放到别的型号上，那你美国整个的防御系统就全废了呀。因为我们知道高超音速弹到目前是没法防御的嘛。如果说美国目前的防御系统废了怎么办？美国就必须开发新技术应对，弹道导弹整体要更新，因为中国也在搞中段拦截嘛，而你拦截能力也要更新，必须开发全新的防御系统，能够去拦截水漂弹也好，高超音速巡航弹也好，这个花钱就花了。然后你研制完了之后，中国再去发展，那美国又要更新，道高一尺，魔高一丈，这事儿没完呐。而且你搞弹道导弹突防，更新的相对容易啊。现在中国、俄罗斯都在玩各种各样的突防技术，什么假目标啊，什么变轨啊，高超音速滑翔弹头、高超音速巡航导弹，这都是没法拦的玩意儿。而且你别说中俄了，就连法国人的洲际导弹 M51都已经玩出高超音速水漂弹了。那以后就意味着各国的洲际导弹，你美国的防御系统都没法防，末段起码你防不了吧？而且就算是你能够拦截中段，成本太高啊，基本上相当于中国和俄罗斯在导弹上花1块钱，你美国得在防御系统上花100块钱才行。还记得前段时间吗？就是美国搞的反华的叫无限竞争法案，原来说是1000多亿，现在是加码到2000多亿了。结果这一加码2000多亿又没通过，共和党说不行，你现在要掏2000多亿投资去制裁中国，我们没那个钱，制裁中国的钱都没了。所以他们现在认为唯一正确的是什么？就是跟俄罗斯争取把中国也拉上，一起坚决的落实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。这个条约呢，2月份跟普京又重新续签了嘛，续签了5年，就是到2026年，双方要把核弹头的数量减少到1500枚。过去多呀，那会儿叫核疯狂时代呀，就是大伙儿把脑子都烧糊涂了，你多我也要多，你来个6000，我来个8000，你8000我10000，这么干。最后结果是什么？大伙儿都没法继续承受了，然后醒过味来了，6000、8000、10000，最后跟2000、3000效果完全一样，就是烧糊涂了，拼了命了。现在要发现要销毁和更新这些冗余的核弹头，那个费用都是天价，所以这个局面现在一定要避免。当然了，这种态度呢，肯定不能说是代表了美国所有人的想法吧，但是多少反映出来核战略的微妙之处。双方的弹头数量超过1000的时候，就意味着打起来基本上双方谁都没有活路，因为1000枚弹头打出去，任何一个国家都做不到10%的拦截，打出1000枚，对手肯定要挨900枚啊。别说1000了，你打出去400枚，对手能够拦50就不错了。尤其是现在导弹技术不断的发展，突防能力越来越强，拦截水平越来越低，这1000枚都是严重冗余，因为落在对方领土上的数量就已经足够把对方彻底灭掉了。尤其对像英国、法国这样面积小的更受不了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像美国这样的国家，他要的就是平衡，甚至现在连占据绝对优势都不敢了，因为占据绝对优势就等于严重的刺激对手，严重刺激对手就等于军备竞赛会永无休止的搞下去，美国受不了。所以真正经历过核疯狂时代的这些国家，才真正明白核疯狂的代价到底是什么。那么通过美国的这种担忧，我们也可以想一想中国的核战略到底应该怎么样去发展，才能够实现有效的威慑和有效的平衡。好，
关于美国反导系统到底以后怎么搞，美国人的担心又是什么？我们今天呢就说到这里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栏目，我们下期再说。